哈利波特里向来算无一策的邓布利多到底有没有发现1994年站在霍格沃茨的疯眼汉穆迪其实是个假货？时间要拉回到1994年霍格沃茨的开学晚宴，大礼堂里烛光摇曳，所有学生都等着新任黑魔法防御术老师亮相。这一年接过这个年度高危岗位的是魔法界赫赫有名的黑巫师抓捕专家阿拉斯托疯眼汉穆迪。就在这时，礼堂门口出现了一个裹着黑色旅行斗篷拄着长手杖的男人，一道闪电划破天花板的夜空，瞬间照亮了他的身影。他拉下兜帽，抖开蓬乱的深灰长发，一瘸一拐走向教师席，没走2步，木质假腿就会发出沉闷的哐当声，回荡在寂静的礼堂里。电光下，所有人都看清了他的脸，满脸狰狞的伤疤，缺了一大块鼻子。最骇人的是那只可以360度旋转，能看穿墙壁的魔法魔眼。邓布利多笑着向全场介绍，这位就是我们新任的黑魔法防御术老师穆迪教授。可整个礼堂鸦雀无声，只有邓布利多和海格鼓起了掌，所有人都被这副骇人的样子钉在座位上。没人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从根上就不是真的穆迪。疯眼汉穆迪出身奥罗世家，是魔法界有史以来最传奇的顶尖奥罗。奥罗是魔法部专门抓捕黑巫师的精英特训队伍，而穆迪就是这个行当的天花板，一辈子抓过无数食死徒，名声响彻整个魔法界。他本来确实要接任这个教职，可开学前就被小巴蒂克劳奇偷袭抓获。小巴蒂是魔法部高官老克劳奇的儿子，10几岁加入食死徒，更是阿兹卡班300年历史里第一个成功越狱的顶尖巫师。他把真穆迪活活关在对方自己的魔法行李箱里，一关就是整整1学年。靠着复方汤剂，小巴蒂完美复刻了穆迪的外貌。更离谱的是，他还认认真真以穆迪的身份当了大半年的黑魔法防御术老师，课教的相当正经。整个学年唯一的破绽就是他在课上给学生直接演示了3大不可饶恕咒。可真穆迪本人本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怪咖，就算是他本人来，大家也觉得他干得出来，根本没人往深处想。现在终于到了最核心的问题，向来仿佛全知全能的邓布利多真的完全没发现穆迪是冒牌货吗？邓布利多有多聪明不用多说，所有人都一头雾水的时候，他永远能找到答案。更何况真穆迪还是他的多年好友，他怎么会看不出好友的不对劲？这里要先跟大家说清一个关键设定，复方汤剂只能改变外貌，根本改不了一个人的性格、习惯和刻在骨子里的行为模式。那小巴蒂到底是怎么演的天衣无缝，连邓布利多都骗过去了？可能邓布利多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个穆迪是假扮的。如果他早知道，还任由小巴蒂在霍格沃茨作乱，那可能有点说不过去。他完全可以阻止塞德里克的惨死，更不会让好友穆迪被关在箱子里折磨1整年。那邓布利多为什么会看走眼？核心原因有3点。第一，也是最根本的，邓布利多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穆迪了，哪怕关系再好，多年不见也会忘了对方的小习惯、小动作。更何况穆迪本就因为常年和黑巫师打交道，变得极度多疑、神神叨叨，本就离经叛道，所以邓布利多看到行为怪异的穆迪，只会觉得是他多年经历后的变化，根本不会往假货上想。第二，小巴蒂本身就是顶尖巫师，是食死徒里实力最强的一批，他能单枪匹马偷袭抓住传奇奥罗穆迪，本就不是泛泛之辈。除了复方汤剂，他肯定还用了大量咒语掩盖真实身份，把自己从里到外都往真穆迪的样子靠。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小巴蒂随时能接触到被关在箱子里的真穆迪，他想知道任何关于穆迪的细节，随时都能去逼问，小到口头禅、生活习惯，大到和邓布利多的过往、办案经历，所有可能露馅的细节，他都提前摸得一清二楚，自然演得天衣无缝。说白了，邓布利多没发现，就是这3点凑到了一起。太久没见穆迪没了防备，小巴蒂的伪装滴水不漏，再加上他当时本就有一堆事要操心，根本分身乏术。其实这段剧情最戳人的地方，恰恰是让我们看到了邓布利多的不完美。我们总觉得他是无所不能的白巫师，是霍格沃茨的守护神，可他也会有疏忽，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只是一个用尽所有力气守护魔法世界的人。而小巴蒂的这场完美伪装也告诉我们，最可怕的陷阱从来都不是面目狰狞的黑暗，而是藏在熟悉面孔下你完全不会设防的恶意。说哈利波特里最怪的那个绝对是卢纳洛夫古德，他不是故意搞笑，却自带笑点，而且敢说最扎心的大实话，一点不拐弯抹角。而电影里的选角简直是神来之笔，伊文娜林奇演的卢娜根本就是本人。今天这期咱们就把卢娜的一生从头到尾讲清楚。1981年，卢娜出生在洛夫古德家，爸爸叫谢诺菲留斯，妈妈叫潘多拉。她长什么样呢？一头乱糟糟的脏金色长发一直垂到腰，眉毛淡的几乎看不见，眼睛鼓鼓的，永远一副刚被吓到的惊讶表情。她爸爸是唱唱反调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有多离谱，专门登各种天方夜谭的故事，比如弯角憨兽真的存在，再比如小天狼星布莱克其实是个乔装的巫师摇滚明星。看得出来，爸爸这种天马行空的性格对卢娜影响特别大。他们家住在奥特里圣卡奇波尔村的郊外，周围是连绵的小山，还有肥沃的草地，附近还住着其他几个巫师家庭，有韦斯莱家、迪格里家，还有福希特家。卢娜的妈妈特别喜欢捣鼓咒语实验，卢娜大概10岁那年意外发生了，妈妈的一次实验彻底失控，就在卢娜的眼前惨死了。从那以后，卢
卢娜把一张和妈妈拥抱的照片永远摆在了床头柜上。没过多久，霍格沃茨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卢娜收拾好行李，开启了魔法学校生涯。开学第一天，她和同年级的金妮·韦斯莱一起坐船渡过黑湖。分院仪式上，她被分到了拉文克劳学院。因为性格古怪，穿搭也奇葩，卢娜在学校没少被同学欺负。她会戴黄油啤酒软木塞做的项链，还会把橙色的萝卜当成耳环戴在耳朵上。她还经常光着脚走路，不是她不想穿鞋，是总有人把她的鞋偷走藏起来。东西丢了，她从来不怪同学，全都赖纳吉，一种除了她和她爸没人相信存在的调皮小偷生物。因为这些事，同学们给她起了个难听的外号，叫疯姑娘洛夫古德。只有金妮是少数几个会站出来替她说话，对她好的人。卢娜特别喜欢看魁地奇比赛，但看她的样子就知道她根本不懂，也不在乎规则。拉文克劳比赛，她就戴一顶会扇翅膀的老鹰帽子，只要格兰芬多不是跟拉文克劳打，她就戴一顶会吼叫的巨型狮子帽子。2年级开学，除了新生，所有人都坐马车去城堡。大家都以为马车是自己会动的，但其实拉马车的是夜骑，这种生物只有亲眼见过死亡的人才能看见，而卢娜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因为她亲眼看着妈妈死在了自己面前。3年级，卢娜提前1周就去了魁地奇世界杯现场。这一年，她选了特里劳尼教授的占卜课。4年级是卢娜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她终于认识了哈利、罗恩、赫敏和纳威。开学的火车上，纳威本来死都不想跟卢娜坐一起，是金妮硬拉着他和哈利坐进了同一个包厢。他们进去的时候，卢娜正倒着看他爸爸扮的唱反调。后来罗恩和赫敏也进来了，罗恩随口开了个玩笑，卢娜笑得前仰后合，反应比玩笑本身夸张100倍。下了火车坐马车，哈利第一次看到了夜骑，整个人都懵了，以为自己疯了，因为就在上一年期末，他亲眼目睹了塞德里克·迪格里的死亡。这时候卢娜走过来，轻声说：“你没疯，我也能看见他们。”当时伏地魔已经复活，但魔法部和大部分巫师都觉得哈利在撒谎，只有卢娜是少数几个坚定站在哈利这边的人。有一次在温室，两班下课擦肩而过，卢娜径直朝哈利走过来，连招呼都没打，直接说：“我相信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回来了，我也相信你跟他打过架还逃出来了。”没过多久，赫敏跟卢娜说什么泡泡鼻涕怪、弯角憨兽全都是不存在的。卢娜给了他一个白眼，扭头就走了。这一年，哈利组建了邓布利多军，教大家黑魔法防御术。卢娜是里面最骄傲、最积极的成员之一，每个成员都拿到了1枚硬币，哈利可以通过硬币通知大家集合的时间和地点。也是这一年，赫敏安排了一场秘密会面，有卢娜、前预言家日报记者丽塔斯基特，还有哈利。卢娜去问他爸爸能不能让丽塔写一篇哈利的专访，登在唱反调上。丽塔本来不愿意，是被赫敏用把柄要挟才不得不写。这篇报道一出，那期唱反调直接卖断货了。卢娜跟哈利说，从来没有哪一期卖得这么快，出版社都在连夜加印。乌姆里奇知道后，直接把唱反调列为禁书，还罚哈利关禁闭。结果反而弄巧成拙，全校所有人都偷偷传阅了这篇文章。学期末的时候，哈利看到了小天狼星被折磨的幻象，急着要确认小天狼星是不是真的出事了。他们必须闯进乌姆里奇的办公室，用壁炉联系凤凰社总部。卢娜和金妮负责在外面放风，结果所有人都被乌姆里奇和他的调查行动组抓住了，大家都被绑起来堵上了嘴，只有卢娜一点都不慌，还一脸梦幻地望着窗外，好像觉得特别无聊。后来他们好不容易逃了出来，是卢娜第一个提议骑夜骑去魔法部救小天狼星。到了地方才发现这根本就是个圈套，小天狼星根本不在那儿。神秘事务司大战爆发，卢娜打得特别勇敢，拼尽全力保护朋友。罗恩中了咒语，整个人神志不清，卢娜一直护着他。后来金妮被食死徒抓住了脚踝，卢娜冲上去攻击那个食死徒，结果不小心弄断了金妮的脚踝。他带着晕乎乎的罗恩和受伤的金妮撤到了安全地带，跟哈利和纳威会合。这场战斗里，只有哈利和卢娜能听到神秘事务司帷幔后面传来的声音。后来小天狼星就是穿过这道帷幔牺牲的。有个很经典的粉丝理论说，帷幔的另一边就是死后的世界，他们听到的是已经死去的人的声音，只有亲眼见过死亡的人才能看到夜骑，也才能听到这些声音。战斗中，卢娜被击昏甩了出去，不过战斗快结束的时候就醒了，没受什么重伤。回到霍格沃茨，哈利一直沉浸在小天狼星去世的悲痛里，谁劝都没用。这时候卢娜跟他说起了自己妈妈的事，我有时候还是会特别难过，但我还有爸爸啊，而且我又不是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对不对？你也听到帷幔后面的声音了，不是吗？就是这些话把哈利从无边的黑暗里拉了出来。后来在死亡圣器里，哈利真的再次见到了小天狼星，卢娜的话应验了。放假的时候，卢娜在自己卧室的天花板上画了5张特别漂亮的脸，罗恩、赫敏、金妮、纳威还有哈利。金色的墨水在画像周围缠绕，把它们连在一起。这金色墨水写的是同一个词，重复了上千遍，友谊。5年级开学，跟着哈利去魔法部的那几个人都成了学校里的小名人。纳威还跟卢娜吐槽，你看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呢。他俩都特别失望，因为这一年邓布利多军没有继续活动。卢娜说，我特别喜欢那些集会，就像有了朋友一样，别人都觉得你应该交更酷的朋友，你们才酷，他们没人跟我一起去魔法部，没人跟我并肩作战，没有
有了邓布利多军的集会，卢娜这一年过得特别孤单，总是时不时掏出哈利给她的那枚硬币翻来覆去的看。有一次变形课上，两个男生又喊她疯姑娘，是金妮站出来狠狠制止了他们。卢娜特别感激。后来哈利以朋友的身份邀请卢娜去参加斯拉格霍恩的圣诞派对，卢娜穿了一身闪闪发光的银色长袍，引得好多人偷笑。她全程跟着哈利转，还跟已经不是他教授的特里劳尼聊得特别开心。这一年他换成了马人费伦泽教占卜克，他还跟哈利说奥罗都是牙仙阴谋的一部分，我以为所有人都知道呢，他们想从内部搞垮魔法部，用的是黑魔法加牙阴病的组合拳。哈利笑得直不起腰，觉得带卢娜来就冲这句话都值了。假期的时候，卢娜会和爸爸一起去世界各地寻找弯角憨兽，这是他们俩常年的保留项目。这一年卢娜还临时当了一回魁地奇解说员，她解说的有多离谱呢？记不住球员名字，现在那个赫奇帕奇的大块头抢到了鬼飞球，我记不住他名字了，好像叫比布尔，不对，巴金斯，是卡德瓦拉德。他还说扎卡赖斯史密斯得了输不起病，甚至连比分都忘了。现在比分是多少来着？70-42，赫奇帕奇领先。比赛结束后，罗恩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卢娜了。学年末食死徒闯进了霍格沃茨，卢娜和纳威看到邓布利多军硬币的召唤，立刻赶来参加天文塔大战。他和赫敏本来在斯内普的办公室外面守着，弗利维教授慌慌张张跑过来说食死徒闯进来了，然后冲进了斯内普的办公室。紧接着他们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闷响，斯内普走出来跟他们说弗利维晕倒了，让他们去照顾他。后来他们俩特别后悔，因为就是他们放斯内普走的，而斯内普杀了邓布利多。大战前哈利把符灵剂分给了罗恩和赫敏，多亏了符灵剂，所有邓布利多军的成员都没受伤，只有纳威受了点轻伤，很快就好了。邓布利多的葬礼上是卢娜扶着纳威坐下的。第二年夏天，卢娜和爸爸去参加了比尔和芙蓉的婚礼，她穿了一身黄色的裙子，头上别着一朵向日葵，因为她觉得穿太阳的颜色能给婚礼带来好运。哈利喝了复方汤剂变了妆，结果卢娜一眼就认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是我？看你的表情啊。他跑到舞池中央，闭着眼睛转圈圈，胳膊挥来挥去。罗恩看着他说，他真的太棒了，对吧？后来哈利踏上了寻找魂器的旅程，伏地魔掌控了整个魔法部。谢诺菲留斯洛夫古德开始在唱反调上发文，说所有反对伏地魔的人都应该把帮助哈利波特当成头等大事。6年级的时候，卢娜和金妮纳威一起重新组建了邓布利多军，反抗食死徒出身的卡罗兄妹教授。他们用邓布利多军的硬币互相传消息，还偷偷在墙上涂鸦。邓布利多军仍在招募，3个人还试图从斯内普的办公室里偷走格兰芬多宝剑。当时斯内普已经是霍格沃茨的新任校长了，结果他们被抓住了，惩罚是跟着海格和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去禁岭给打人柳消毒。不过3个人跟着海格肯定在禁岭里玩得特别开心。圣诞节假期，卢娜坐火车回家，结果火车被食死徒拦了下来，因为他爸爸一直在写反对伏地魔的文章，食死徒就绑架了卢娜作为报复。他被带到了马尔福庄园，关在地下室里，和魔杖制作人奥利凡德关在一起。卢娜给了奥利凡德特别大的安慰，奥利凡德后来跟他说，在那个可怕的地方，你给了我无法言喻的慰藉。谢诺菲留斯整个人都崩溃了，他们生气了，你知道的，因为我一直在写文章，所以他们抓走了我的卢娜，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后来哈利一行人来到洛夫古德家，想问谢诺菲留斯关于死亡圣器标志的事。哈利发现卢娜不在家，才知道了绑架的真相。谢诺菲留斯为了换回女儿，联系了魔法部，打算把哈利交出去。哈利他们成功逃脱了。逃跑的时候，谢诺菲留斯以为是弯角憨兽脚的那个独角兽脚爆炸了，把整个房子都炸没了。哈利特意让魔法部的食死徒看到了谢诺菲留斯，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谢诺菲留斯撒谎而杀了他。卢娜在马尔福庄园的地下室里被关了好几个月，直到哈利、罗恩、赫敏、迪安、拉环和多比逃出来，一起去了比尔和芙蓉家。可惜的是，多比在营救过程中牺牲了。卢娜轻轻伸出手指，合上了多比的眼睛。好了，现在他可以好好睡觉了。他还在多比的葬礼上发言，谢谢你多比，谢谢你把我从那个地窖里救出来，你这么善良，这么勇敢，却死了，太不公平了，我会永远记得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希望你现在能安息。卢娜在被关的时候弄丢了自己的魔杖，奥利凡德为了感谢他，亲手给他做了一根新的。之后卢娜和迪安就一直住在比尔和芙蓉家，直到他们收到邓布利多军硬币的消息，知道哈利回来了，一起赶回了霍格沃茨。回到朋友身边，卢娜特别开心，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哈利问所有拉文克劳的邓布利多军成员，知不知道什么和罗伊娜拉文克劳有关的东西？是卢娜第一个想到了失踪的冠冕。她带着哈利去了拉文克劳塔楼，结果遇到了卡罗姐妹，卢娜立刻出手击昏了其中一个。霍格沃茨大战正式打响，卢娜打得异常英勇。战斗中，哈利、罗恩和
赫敏被上百个摄魂怪包围，3个人都没法召唤守护神。这时候卢娜、西莫和厄尼冲了上来，用他们在邓布利多军学到的咒语死死挡住了摄魂怪。对了，哈利，加油！想想开心的是，我们还在这儿，我们都还在战斗，加油！就是这些话给了哈利力量，召唤出了母鹿守护神，彻底赶走了摄魂怪。后来卢娜还和基尼、赫敏一起联手对抗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直到莫莉韦斯莱站出来亲手杀死了贝拉。最后哈利终结了伏地魔。大战结束。大战结束后，是卢娜在大礼堂里故意引开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让哈利能披上隐形衣偷偷溜走，获得片刻的安宁。毕业后，卢娜成了著名的巫师博物学家，环游世界寻找各种神奇生物。她发现了很多从未被人类发现过的新物种，但终其一生都没能找到弯角憨兽。最后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生物可能真的是爸爸编出来的。哈利和基尼给他们的女儿取名叫莉莉·卢娜·波特，以此纪念他们这位最亲爱的朋友。卢娜后来嫁给了罗尔夫·斯卡曼德，他是《神奇动物在哪里》作者纽特·斯卡曼德的孙子。卢娜的婚纱上缀满了彩虹亮片，头上还戴了一对银色的独角兽角。丽塔斯基特说，她丈夫当时看到这造型，整个人都惊呆了。卢娜和罗尔夫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叫洛肯和莱桑德。卢娜确实是个怪人，但她一辈子都活得特别真实，别人怎么看她，她一点都不在乎。就算被欺负、被嘲笑，她也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她是个坚强独立的女孩，把友谊看得比什么都重。为了朋友，她可以豁出一切。是她把哈利从无边的黑暗里拉了出来，是她在每一次战斗中都挺身而出保护朋友，是她永远能在最黑暗的地方带来一束光。卢娜的勇敢，她的自我接纳，她的善良，永远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